今天来分享一下关于僵尸毁灭工程里的锻造。锻造功能是4.2版本的新功能，我们可以通过锻造的熔炉和锻造台获得铁材，用于金属加工，也能融化沙子，用来制作玻璃器皿等等。当然，锻造我觉得最重要的功能是用来金属加工，可以制造工具，以及打造护甲和近战武器，提升我们的近战和防御力。因为4.2版本中增加了不少的新的近战的刀具以及护甲，所以锻造也变得非常的重要。跟锻造相关的设施，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建造菜单，从 Blacksmithing 中找到，总共有8个建造设施。这8个设施怎么用呢？其实很简单，熔炉和锻造台各有3个，分别是原始、简易和高级。你可以理解为初级熔炉、中级熔炉和高级熔炉，锻造台也是如此。越高级的可以解锁更多的建造单位还有道具而已，比如原始的熔炉只能提取铁材，简易的熔炉就可以熔炼沙子做玻璃，但越高级的建造设施呢，对材料的需求也越高。中间这个木炭燃烧堆和燃烧桶是用来制作熔炉和锻造台需要的燃料，熔炉和锻造台消耗2种燃料，木炭和焦炭。目前焦炭我实在没有找到其出处和制造方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制造界面在所需物品的右上角这里点击交换按钮，从这里切换成木炭燃料即可。我们可以通过燃烧桶和燃烧堆用原木来制作木炭。燃烧桶可以在城市的一些地方找到，比如马尔德劳的南边自提仓库这里，搬起来放在身上即可。建造菜单这4个燃烧桶其实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磨刀石可以用来打磨钝化的锐器武器，因为在4.2版本中，斧头还有刀具砍丧尸时间长了会钝化，减少武器的战斗属性，所以可以通过这个磨刀石来打磨这些武器，使其恢复武器的战斗属性。只是在打磨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有失败和损坏物品的概率。跟锻造相关的书籍总共有5本，杂志11本，你可以从各个地方的书店或者是杂志架上找到。书籍是用来提升人物的经验获取倍率，不是直接获得经验，是经验获取倍率。不读书的话，获得1点经验，读完书可以获得2、3、4、5、6倍的经验，技能可以升级更快。锻造杂志方面，目前这个还没有汉化，等我一下。Much later。 好了，英文看起来实在是非常难看，所以我简单的汉化了一下。阅读这些杂志可以解锁一些锻造的配方、锻造的武器，还有工具和道具。点击左边这个建造菜单，我们便可以建造跟锻造相关的设施了。前期我们材料有限，可以从最初级的建造设施开始制造，慢慢的解锁更多的道具，再逐步升级你的建造设施。使用锻造设施可以站在建筑物旁边，点击设施便可以呼出建造菜单。你可以点击所需要物品这里的问号来查看可以使用哪些道具来完成这个物品的制造。如果需要切换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切换按钮，然后会在右边出现可以选择的道具，点击之后便可以交换使用的道具了。好，4.2版的锻造功能，希望可以帮助你解决游戏里的一些困惑。